90後夫妻倆雙雙失業，收入從4萬降至為0，一家3口在上海每月的花銷至少需要多少？目前我們一家3口住在這個不到60平的小房子裡，每月開支的大頭就是雷打不動的8000元房貸。在硬扛和及時之間，我們最終選擇了賣房，虧了48個，把河南老家的房子也賣出去了。其次就是孩子的教育，輔導班從每月4000降至到2000，象棋和武術都減掉了，保留了一門主課英語。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啊，是這個黃浦區武邦路地鐵站的匯景生活廣場啊，這邊已經非常的蕭條了，我給大家看一下。這個地段還是很好的，就是黃浦區老盧灣的這個核心區域啊。這邊的廣場是匯景生活廣場。發工資了，工作最後一天，老闆也按時把工資結給了我。這個月一共掙了3350塊錢，收到工資很開心，但也很失落，因為今天過後我就徹底失業了，新的工作還沒着落，沒有收入，怎麼能不焦慮呢？我和老公帶着婆婆和女兒在上海租房生活，看着上海每月5000塊錢的房租賬單，加上每月4000塊錢的房貸提醒，還有我們一家4口每月5000塊錢的生活費，15000塊錢的支出像座大山一樣全壓在老公一個人身上。博主說，她老公從事互聯網行業，每個月到手工資也就16000左右，一個人掙錢4個人花，在上海這樣的城市裡，幾乎沒有任何抵禦風險的能力。太可怕了！MOHO商場的店基本都關完了，一層裡面大概開業率只有1/5吧，最多。基本上整層都是關閉的狀態。這個地方其實以前還不錯的，樓上有個鳥屋書店，夏天的時候來裡面吹吹空調，喝個咖啡或者吃頓飯還可以的。現在怎麼這樣？我老公失業了，昨天剛辦完離職手續，北漂了8年，昨天卻是他工作的最後一天，最終他也没能躲過失業的浪潮。當老公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我有點無法接受，因為我也可能即將要面臨失業。我們倆馬上想到的就是房租和寶寶開銷，這兩項加起來差不多1個月就得小1萬，家裡即將沒有了收入來源，真的讓我們不知所措。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間還有房租和生活的压力。上海现在的實體店已經不是在過日子了，而是一天一天的在熬日子。昨天一個開小超市的姐跟我聊天，就是正常的聊天嘛，說是呢每天天沒亮她就開門了，到晚上10點了也不捨得關門，總想着講不定馬上有人來買東西，除非等到這個街上一個人也沒有了，她才捨得關門回家。沒生意呢，就坐在店裡頭刷手機，一刷就是一天。2026年7月，盛夏已經到來。然而，走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座中國最核心的城市街頭，在炙熱的空氣裡，卻能隱約感受到一絲說不出的涼意。在北京的王府井、西單，或者上海的南京路、陸家嘴，第一眼看上去，街上依然人來人往，商場裡也並不冷清，仿佛一切如常。可是你仔細觀察，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：逛街的人很多，真正願意掏錢消費的人卻越來越少。不少消費者走進商場試衣服、看商品、比較價格，最後卻什麼都不買，轉身回到網上下單。線下門店逐漸變成了免費的試衣間和體驗店。與此同時，街邊越來越多的店鋪掛出了旺鋪招租的牌子。過去那些裝修豪華、客流不斷的服裝店、美妝店和輕奢店，如今有的關門，有的轉讓，還有的苦苦支撐，等待下一個接手的人。數據顯示，2026年第2季度，北京沿街商鋪空置率達到13.4%，上海也出現類似情況，核心商圈還能維持在8.1%左右。但非核心區域的空置率已經攀升至13.7%。我老公被裁員了，36歲，北京酒店大學碩士研究生，年薪100萬，大廠算法工程師，曾在阿里、百度、美團等互聯網大廠工作過，但終究沒能躲過程序員的35歲魔咒。這到年底了，裁員還挺突然的，找工作更是難上加難。一大早，老公還開開心心的去上班，剛到公司就被約談了。賠償 N+1，上午聊完，下午接上辦離職手續。博主說，家裡的大部分開銷都依靠老公的收入，
每個月近2萬元的房貸要還，1個月大的兒子每個月也要花費近2000元，再加上專程來北京幫助照顧孩子的婆婆，家庭開支並不小。這場突如其來的裁員打亂了他們原本的生活計劃。她安慰老公說：“沒事兒，還有我呢，錢是永遠賺不完的，夠吃夠喝就行。”我32歲，北漂10年了，工作是 Linux 運維。這是我去年用自己的所有積蓄在北京買的一套2居室，離我現在租的房子只有2公里，房貸是每個月15200。目前房子已經簡單裝修好了，裝修花了12萬，家居還沒買，估計還需要花費6到7萬。之前從未想過在北京買房，因為北京房價太高了，並且這個城市只適合工作，幸福指數不高。買房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女朋友想在北京定居，那定居的話意味着需要在北京有屬于自己的房子。博主說，在買房之前，他做的是技術崗，每個月能拿到36000的薪水，比現在高出不少。所以當時貸款時，每月還15200的月供，對他來說沒有太大壓力。但今年2月份，他從技術崗位轉到了管理崗位，年終獎也大幅縮水，經濟壓力一下子就上來了。他覺得自己當初買房確實有些衝動，沒有認真考慮清楚自己是否有能力長期承擔這筆貸款。畢竟這一還就是25年。他算了一下，25年下來，本金加利息一共要還500多萬元。有時候想到這些，他甚至焦慮得睡不着覺。結束7年的北漂，大北京再見了。昨天晚上在這個出租屋睡了最後一個晚上，看着窗外的燈火，心裡沒有不甘，更多的是不捨。現在是早上9點，我約了物流公司的師傅一會兒過來搬東西，下午1點就到。收拾東西的時候才發現，這7年的時光都藏在這些瑣碎的物件裡，穿過的衣服，攢下的票根，熬夜用的小台燈，每一件都是對這裡的回憶。博主說，很多人問他，你後悔來北京嗎？他說，我不後悔，北京教會我的東西遠比我失去的多。它讓我從一個青澀的少年成長為一個能夠獨當一面的成年人。離開北京並不是結束，而是一個新的開始。這輩子最後悔的事，從來不是選錯人，而是當年腦子一熱，入手了這套商住 loft， 50年產權，不能落戶，沒有學區，水電還是商業價，貴了2-3倍，連個燃氣都沒有。如今更是有價無市，想出手簡直難如登天。那時候有多高興，現在就有多想扇當初的自己2巴掌。那時候看着房價一路狂飆，心裡焦慮的不行，生怕再不上車這輩子都買不起了。現在才明白，終究是自己認知太淺。博主說，他上個月被公司裁掉，收入一下子歸零，可房貸每個月都得按時還，壓力大的讓他幾乎喘不過氣。她和老公都是從農村出來的，沒什麼家底，也沒有人能夠幫襯。當初買房時湊出的150萬元，都是夫妻倆省吃儉用，一點一點攢下來的辛苦錢。如今突然失去工作，面對每個月的房貸，她不知該怎麼辦。上海的人氣似乎在慢慢消散，市區的人流少了，郊區更是冷清得快。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郊區副中心，如今連宣傳的聲音都弱了。規劃的樓盤賣得慘淡，有的甚至一套都沒賣出去。新建的商業體租不出去，空置荒廢的不在少數。郊區的居民日子也不好過，手裡沒錢去市區消費。博主說，他曾經在上海送過一段時間外賣。就拿陸家嘴來說，以前隨隨便便就是幾十元、上百元的訂單，可現在手機屏幕上滿是幾塊錢的拼好飯。就連早上上班族喝的咖啡，也從以前的阿拉比卡咖啡換成了幾塊錢的雜牌咖啡。他感嘆道，沒想到連這些曾經的精英都開始過得這麼節儉了。真不知道那些覺得上海依然繁華的人，是不是只看到了夜晚的燈光秀。今天是記錄失業生活的第2天，簡單做了一碗家常麵，沒有昂貴的食材，平平淡淡。以前在職場的時候，每天被推着往前走，忙着加班，忙着社交，忙着跟上身邊人的腳步，根本靜不下心來好好吃一頓飯。那時候總以為擁有高薪的工作，穩定的生活，才算是活成了別人眼裡合格的大人。
博主說，失業之後他開始焦慮，但焦慮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。既然暫時看不清前面的路，那就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照顧好自己。时間最終会給我們答案。今天是我失業的第150天，跟大家來聊一聊我為什麼選擇裸辭，主動失業。從大學畢業到現在，我已經工作整整7年了，每次換工作都是無縫銜接，從來沒有休過1次長假。上學的時候還有寒暑假，但上班每年的年假只有5、6天，過年回老家請了幾天假，剩下的就留着以防萬一。所以即使是生病了，只要不是站不起來，我都会因為不好向領導請假而堅持去上班。博主說，如今自己已經30歲了，突然意識到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幾乎都耗在了工作上，可升職加薪卻始終遙遙無期。自己之所以一直得不到提拔，可能因為她是大齡女性，老闆擔心她結婚生孩子，所以寧願提拔剛來的男同事，也不提拔她。他希望有一天能夠離開大城市，去一個小縣城過簡單一點的生活，徹底躺平。你們有沒有發現上海人少得太明顯了？我剛下樓吃飯呀，整條街的飯館都是空空蕩蕩的。菜市場的阿姨說，買菜的人少了一半，外賣小哥也懵了。以前一天呢跑50單綽綽有餘，現在連20單都跑不到。從上海到成都，從南方到北方，都在說人不見了。周末商場、奶茶店都不排隊了，電影院場次直接砍半，小區樓下的早餐店、理髮店都要轉讓，地鐵早高峰都不擠了，座位啊隨便挑。中年失業這個詞也降臨到我的頭上。今天廠裡開會，說美的男給我們保底工資的80%，讓我們回家等通知。算了一下，大概扣完保險也就1300、1400。這種情況，我是繼續等呢，還是回下家重新找工作？賣掉北京的房子回老家是我做過最錯誤的決定。原本以為賣掉北京的房子，手握400萬回農村，30-40萬建一個房子，種點小菜園，在不到40歲的年紀開啟退休模式，從此人生就圓滿了。可是萬萬沒想到，僅僅過去了半年，我便開始懊悔不已。我原以為帶着錢回農村生活會如詩如畫，但現實卻是殘酷的。農村除了老人和孩子，幾乎看不到年輕人的身影。晚飯後的散步成了孤獨的旅程，四周寂靜無聲，只有家禽和狗的叫聲打破了這份寧靜。博主說，農村的夜晚來得格外早，天一黑，孩子就無處可去，只能回家。村裡也沒有遊樂設施。孩子哭着對媽媽說自己不喜歡這裡，想回北京。可是如果回北京，又不得不面對高昂的房租。以前有工作的時候，生活壓力還沒那麼大，但如今工作越來越難找，讓他對回北京充滿了顧慮，陷入了进退兩難的境地。你們有沒有發現，最近感覺是上海的人啊，越來越少了？因為我們是做酒店，還有這個小餐飲。我們酒店的業績，包括這個小餐飲的，去年跟今年相比，就是感覺這個人少的比較明顯。剛才我店裡還正好來了一個兄弟，然後過來就聊了幾句，因為他就在這附近辦公嘛。他說，就是他們感覺就是整個大樓啊都空了好多，周邊這個我們這些大樓啊都空了很多。在上海被裁員，真的不用狼狽跑路。失業之後，最壓人的不是沒收入，是扛不住的高房租。可滿滿一屋子家當，總不能直接扔了，之後還要生活。還好發現了懶人倉，專門給滬漂過渡期兜底，月租也就100多，獨立倉位，租期靈活，隨時能存取。恆溫防潮不發霉，所有物品都能安心寄存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